Hello， 大家好，说来就来，我是芊芊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讲关于天使。在这里啊，我们对于天使的印象呢，通常都会定义在来自西方宗教的群体，只有信奉基督教的人呢，才会信仰天使的存在。通常属于其他宗教信仰的人们呢，都不会把自己和天使联想在一块。因为这么做的话呢，会与他的信仰啊、人生观、世界观会有一个对立的冲突。但是经历过了灵性体验之后呢，我发现到我们所认为的世界呢，根本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。你信吗？我们每个人身边呢，都有至少一名的守护天使在身边指引着我们。他们的陪伴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在这一世面临困难低潮期的时候，给予我们光芒和勇气的存在。我记得当初我看见天使的时候，我最大的疑点就是，我是佛教的人，为什么我会与天使连接呢？为什么天使会来找我呢？它不是神话的存在吗？但是眼前所看见的画面呢，再告诉自己所认为的事情呢，只是无稽之谈。是这个世界对宗教有太多的误解，才导致人们对天使的刻板印象。其实天使的存在呢，和我们所信仰的宗教呢，没有太大的关联。他们的存在呢，只是宇宙的一个真实样貌，只是我们人没有去察觉到而已。天使的任务呢，就是帮助人类走向对的道路。他们和高我的区别在于，高我知晓你的生命课题，他会在你的人生幕后安排所有的人事物，让你去经历。而天使的天赋呢，是在你经历这些过程的时候，给予你光芒和勇气，去面对所有的挑战。但是同样的，他们无法帮助你去做出你的人生决定，这些都是必须靠自己来选择的。他们会默默地守护我们过完这一生，只有我们允许他们帮助的时候，他们才能够介入。他们拥有疗愈人类的能力。当你的脉轮呢已经是一个打通的状态的时候，你就会感受到天使一直在你的身边呢，给你灌入许多的能量。尤其是在你睡前的时候，你每天都会感受到你的身体呀，还有脉轮有能量在流动。这其实是来自他们的疗愈，这是他们的日常工作，他们每天都很忙。不是说只有灵性体质的人呢身边才会有天使，而是每个人的身边肯定都有。你感受不到，并不代表他们不存在。以我的个人经验来看呢，他们大部分呢都会出现在当你面临低潮期迷茫的时候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正在接受他们的鼓励，只是我们没意识到。许多人在低潮期面临挫折，感到无助和难过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到，总会有正能量满满的信息出现了，让他们能够坚持下去。这些信息呢，会出现在你的内在。就好像有些人呢，当他们独自一人安静的时候，他们会有自我疗愈的能力，把事情给看开。关键在他们开始往内去看，而不是向外去索取答案。内在是我们的智慧来源。当我们开始和自己的心连接的时候，无论你有没有意识到，我们会与自己的灵魂和其他的神圣存有连接。心是我们与宇宙智慧连接的桥梁。在我们得到勇气的背后呢，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我们的背后有多少的祝福呢，正在默默的守护着我们。可能在我写文案的时候，我所得到的灵感，也有可能是天使正在透过我与你们对话呀。无论我们怎么样都好呢，他们都不会放弃我们。通过这个例子呢，它很完美的诠释出，我们身为人呢，真的没有必要做出自责或自我批判的行为。无论你觉得自己做错过了什么，觉得自己做出不该被原谅的事情，在宇宙的眼里呢，你还是值得被爱的。天使还是会对你不离不弃。批判呢，只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幻象。灵魂要的不是批判，而是觉察，让精力来提升自己。还有另外一种天使与我们沟通的方式呢，就是通过号码。这个应该多数的人都已经知道了，但是我还是会简单的说一说吧，让那些刚开始对灵性有一点好奇心的朋友理解一下。天使会通过重复的数字呢给你信号，
可能在你打开手机的时候，时间就会刚好处在111或222的号码，或者有车牌或收据会出现333、777等等重复性的号码会出现在你的日常生活中。当你发现同样的连数一直出现的时候，那么这绝对是天使正在给你信号，与你沟通。每个号码的背后呢，都带有不同的意思。天使呢，会通过号码来带给你一些信息，在你的生活中呢，给予一些指引。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些号码的存在的时候，你就再也回不到过去了。你开始会察觉到每天有很多的号码正在等待你去解读。你的天使会很兴奋，你终于知道它的存在了，所以他们开始会很积极的与你交流。有时候你在面临一些人生问题啊，需要建议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去问他们，就是用心去问，像祈祷一样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去观察你那一天所看到的号码是什么，来解答天使给你的回应。这些号码的背后意思呢，你上网搜索就有了。就比如你看见333，那就去 Google 搜索天使号码333，会有很多的 blog 啊以及 YouTube 影片会有相关的资讯。除了这些以外呢，我们也可以召唤天使来疗愈或保护自己。比如好像你在某个地方啊，感觉那里的磁场不安全，让你感到不舒服的话，当然这些地方呢能去就别去，但是如果实在无法避免的话呢，想要保护自己免于这些负面能量干扰的时候，你可以召唤大天使来保护你。你心里可以这么念：亲爱的大天使麦克，请您为我照亮美丽的光芒，保护我免于负能量的干扰，感谢您。然后观想天使在你的身边导入白光，围绕着你就好。我平时在冥想之前呢，都会用这个方式来保护自己，让自己能够在冥想的过程中呢更稳定一点。未必一定要跟着我的句子念，你也可以用你的方式。最重要的是呢，在你表达的时候呢，能让他们明白你需要什么就好。或者有时候我们的情绪难过啊或紧张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召唤大天使来帮助我们去释放掉这些能量。因为我们身为人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去领悟，我们也一直在学习怎么维持自己在高频率的状态，所以我们时不时呢还是会陷入低频率的状态。当我们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召唤大天使麦克来帮助我们。它能够帮助你去净化你当下所散发出来的负能量，让你不再陷入那股情绪。如果体质比较敏感的人呢，当天使在你的周围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热，会莫名的冒汗，或者会感受到有东西在轻轻的触碰着你。还有你也会有耳鸣的现象，会听到高频率的声音，那个声音呢听起来很像是丛林的声音，那其实是他们在你的周围。我本身是每晚都会听见这个声音，会感受到我的右耳呢有热热的东西在飞来飞去。它们在接近的时候呢，你会有感受到一股热气在靠近。我们会感受到热气的原因在于，当灵体的频率比我们人高的时候，会产生了一个生理现象，比如养生大师啊、指导灵或者其他的高灵等等，他们在你附近的时候呢，都会觉得热热的。反之，当灵体的频率比我们低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感到阴阴凉凉的。就比如那些好兄弟，我通常都会通过这个感觉来分辨灵体的状态。天使的疗愈方式呢，很像按摩的感觉，最经典的就是脚底按摩。你会感觉到你的脚底呢会有大力的按压感，这是我之前呢每天都会经历的事情，但是现在已经是不定期了。他们有时候还是会换其他的部位，会按照那个身体的状态呢做出调整。这些疗愈过程呢，有时候也是会很痛的，尤其是当你的脉轮堵塞的时候，他们也会帮助你疗愈。有一次的时候，我的胃真的突然很痛，真的痛爆，我以为我自己真的吃错了什么东西，结果我发现到我的肚子的部位呢有能量正在导入，才发现到原来他们正在帮我做一些疗愈工作。但是因为实在太痛了，我一直催他们快一点。如果有些朋友呢还没有到这样的阶段的话呢，那你们现在呢也可以开始学通过号码与天使沟通，就是当做是一个小小的练习一下。通过号码与天使沟通呢是一个最直接的方式了。
这些重复的号码呢，你不需要刻意去找，就让它顺其自然就好，看到就看到，没有看到就算了。因为该看到的呢，会自然的出现在你的视野。或者你也可以去练习刚才所说的观想方式，来帮助你去提升你的感知能力。我本身与天使连接的程度呢，也没有深入到就是像那些通灵者能够就是直接与天使交流的程度。但是当他们在我周围的时候呢，我的身体会起一些生理反应，会知道他们在哪里。这些与天使连接的方式呢，是我在日常生活中会运用的一些基础方法。你们也可以在底下里面，你们如何与天使连接的诀窍，或许大家都可以一起互相参考。也别忘记订阅点赞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